动，只要别失控。不动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穿破几道城墙，抱着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信仰。永哲，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跑了！现在最重要是怎么去面对。Madam，要加念那么早啊？Madam，你是不是担心永哲的案件，明天法官判决的结果？永哲是被 Max 利用的，他还那么年轻，而且他有悔改之意，我想。法官不会重判的。其实我们全家人也因为永哲这次犯的错，经历了很多。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永哲他勇于承认错误。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的教训，以后更加成熟，更懂事。无论如何，孩子犯错，做母亲都有责任。身为执法者，自己亲人却以身试法，别人不知怎么会看待你。其实，我们做警察的，跟普通人一样，也会面对家庭还有感情的问题。你在面对这么大的压力，还能让我们秉公的处理永哲的案件，我真的很敬佩你。谢谢你，耀江。对了，我刚还见了署长，他说上头要加强打击非法放贷集团，准备联合各区域的警署展开大规模的公众教育计划，提醒公众不要非法借贷，沦为大龙的犯罪工具。我已经向署长推荐你，代表我们警署参与这项计划。你在上次逮捕杨龙山的行动中表现杰出，署长才会接受我的建议。你要好好的表现。谢谢 Madam 给我这样的机会。Madam， 你回来了。Madam， 欢迎你回来。这是我太太做的 fruit muffin， 她要我特地带过来给大家试一试的。那我们大家都口服了。那我们先吃了再开会吧。好啊。保护居你太太的一番心意。好，来 ，Madam 你先拿。来，大家拿。哎。谢谢。Madam， 这几天你不在，我们群龙无首，士气低落啊。那有没有趁我不在的时候偷懒啊？我有耀家在呀，他怎么敢偷懒呢？Madam， 你不在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努力，都做好分内的工作。大家都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你。我们都等着你回来领导我们，赢取今年区域警署调查组奖。
谢谢大家。无论审判的结果是如何，我和你爸一定支持你。被告江永泽伤人罪名成立，判入青年改造所，刑期为18个月。Sige, pas.你今天有空，为什么不叫燕君陪你去逛街看电影，反而叫我来陪你看 DVD？ 他病人有约，没空陪我。难怪会找我这个后备轮胎。我问你，一只狼和一只羊走进了一家便利店，店员看到狼就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色狼。错，因为便利店24小时不打烊。很冷哎。那好，我再问你，什么东西破了，连最精密的仪器都找不到裂缝？感情吧。完全正确。那你和燕君的感情发展的怎么样？你要小心，感情一出现了裂缝，是很难察觉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在恋爱中却没有恋爱的感觉。我们像一般的情侣出去约会，但没有情侣应该有的甜蜜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天他特地约我出来，想替他母亲庆祝生日。我发现他在他爸妈面前
会跟我表现得非常亲热，甚至有一种演戏的感觉。是不是你太敏感了？那天他还无魂不守舍的，吃饭的时候还夹虾给我。他不知道你对海鲜敏感吗？你都记得，反而是他忘了。你以为每个男人都像我这样这么了解你？我总觉得他很多事情在瞒着我，我想去了解他，不过他内心世界好像有一层保护网罩住，任何人无法进入。怎么，遇到难题就沮丧？不像我认识的王子杰。我哪有沮丧？女人的心我真的不懂，不过男人的心很简单，只要你锲而不舍，他的心门就会为你而开。拿出你当警察的斗志，勇往直前，就来一招破心王。讲这么多话口不渴，喝咖啡啊？如果玉琪能像你这样肯听我说就好了。他情况怎么样？他的情绪还是很低落，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。不管我怎么劝他、鼓励他，他都只是冷冷的回应。我去探望他们母女时，云恩跟我说，他每天看到妈妈在哭。不管谁遇到这样的不幸，都需要时间走出悲伤的。我只希望玉琪能为了孩子，快点放下心中的悲痛，重新振作。柳太太，请问你把所有需要的文件带来了吗？都带来了。谢谢。柳太太，麻烦你填这份表格。有了这份表格和这些文件，我就能帮你申请理赔。相信你很快就能获得你的赔偿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对于刘先生发生这么不幸的事，我也感到很难过。在他发生意外的前几天，我们还通过电话呢。是吗？他找你什么事？他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他想知道，如果一个人因为自杀死了，他的家属是否还能获得保险赔偿金？难道他真的想过要自杀？玉琪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我能不激动吗？我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郑伟想过要自杀。刚才保险经纪提起这件事，你一点都不意外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警方在调查中发现，郑伟发生意外之前，曾经找过心理医生，提到他有轻生的念头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提出要跟他离婚，要跟他抢女儿的抚养权，还叫他去死。郑伟的死是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不，是我的错。郑伟之前就说要去死，他把保险金留给我们母女，那时我还骂他发酒疯。我没想到他是认真的，他为我们母女着想，我却忽略他的感受。我不配做他的妻子，我不配。玉琪，郑伟不会想见到你这样，你不要再自责了。是我的错，我不配。张伟，张伟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老公，老公。
妈咪，你为什么哭？是不是跟我一样想念Daddy？ Daddy去哪里？你很乖，妈咪已经告诉你了，Daddy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是不是Daddy不要云恩？怎么会呢？虽然Daddy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Daddy真的很想念云恩。你要记住，Daddy是很爱云恩的，还有妈咪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妈咪，云恩，过来吃早餐。哦，来，坐下来吃。妈咪，你今天穿得那么漂亮，你要去哪里？吃了早餐，妈咪也帮你换一件漂亮的衣服。今天不用去学校吗？今天，妈咪带你去找 Daddy。好啊，可以看到Daddy喽！哎，刘太太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哎，怎么上去了？妈咪，我们要去哪里？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找Daddy的吗？Daddy呢？云恩，你是不是很想念Daddy？那我带你去找Daddy，我们一起去找Daddy，去找他，很快就可以一家团聚了。我们去找他。我们可以见Daddy了。不需要绑红线。这样，云恩跟妈咪就永远不会分开。跳下去可以见到Daddy了，我们就可以见到Daddy蓝天，雨琦，云恩呢？他有没有事？你不用担心，云恩只是受到惊吓，现在有辅导员陪着他。警察为什么不让我见他？雨琦，精神科医生经过诊断，确定你患了严重的忧郁症，而且有自杀的倾向。为了云恩的安全，你们暂时要分开。你们不可以把他带走啊！我已经失去了张伟，我不可以没有云恩。你把云恩还给我，你把云恩还给我。雨琦，你不要这样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能照顾好云恩吗？
真的没有，我没有好好照顾他，我真的没有，都是我不好。玉琪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你一定要振作的，千万别辜负政委为你们母女着想，甚至想要牺牲的一番心意。什么意思？我老实告诉你，政委那天被刺伤后，他流了很多血，但是他没有留在德室里，反而强忍着痛，走进更偏僻的森林，是因为他不想活久，他希望自己死了，就能把保险金留给你们。后来警察找到尸体的时候，虽然已经高度腐烂，但是还是看得出政委的姿势是抱着婴儿的。他临死前还想着你们，想着他最爱的家人。他临死之前还是想着我们。政委，我真的是对不起你。玉琪，你不要再这样责怪自己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政委不可能回来的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要好好活下去。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能怎么办？连你肚子里的小生命都保不住，你对得起政委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。为了允恩，为了这孩子，我一定要医好我的忧郁症。对，还适应里面的生活吗？刚开始真的很辛苦，不过现在比较适应了。你要调整心态，坚持到底，保持行为良好，18个月很快就过。我会的。爸妈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不了解，你们管我骂我都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却不听话，我做错了那么多事，让你们伤心难过。我们从来没有怪你，只要你懂得知错能改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儿子。我会好好反省的。Officer 说里面有一些课程可以让我们上，我会去申请上课，利用时间进修。还有，我打算参加后天举行的宣誓脱离党派仪式。我决定以后不再参加社会党，不再被人利用做坏事。你会这样想，妈很高兴。永贞，你要记得，我和你爸对你的疼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今天见到永哲，我觉得儿子终于长大了。是啊。燕，还是你对的。当初我为了保护儿子，很想把他藏起来，甚至偷偷的送他出国。其实这些都是逃避责任的做法。如果永哲真的离开，他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个错误，躲躲藏藏。现在他勇敢的面对，虽然被判进了青年改造所，可是他出来之后，还可以重新再来，堂堂正正做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陪在他身边，支持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永哲最大的关怀和鼓励。也，这段日子来，你作为母亲，又身为警务人员，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
妍，我们2个人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，不如去吃你最喜欢的这份料理。Let's welcome long sentence 18137 永泽。我是江永泽，因为认识了一个大哥，我加入了356党。我以为加入356可以得到保护，谁知道他叫我当大流浪的跑腿，还叫我一起打人，把对方打成重伤。我很后悔，很恨自己这么容易被人利用。我对不起一直教导我的爸爸和妈妈，尤其是我的妈妈。从小她就教我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可是我却不听她的话。我错了，可是我的家人没有放弃我，他们对我的爱才是无条件的。我决心脱离党派，以后再也不参加任何党派。离开这里之后，我希望能够重新开始，让我的爸爸、妈妈还有妹妹都能为我感到骄傲。你从一踏进办公室就忙到现在，你是不是要用工作来麻醉自己啊？现在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分手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现在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很好，他身边也有关心他的人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结局。原来是有第三者。你可以回去做你的东西吗？ Yes, sir. 药家。呀。来。这是上次跟你提过的公共教育计划的资料。谢谢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在，我想跟你们谈谈最近在公园里发生的连环非礼案。 是那宗专门向到公园晨运的女性下手的非礼案吗？这家伙摸了胸就跑，而且跑得很快。有目击证人想要帮受害者，可是一转眼就不见他踪影了。他喜欢穿运动外套、运动裤，戴帽子。他的穿着跟普通到公园晨运的人一样。因为他下手非常的突然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受害者都无法提供他样貌完整的拼图。目前一共发生了5起。 可是我们连一点头绪也没有。上级和媒体非常关注这起案件。药家，我想让你负责策划埋伏行动。Yes, madam. 大家务必要尽快破案。Yes, madam. Bro, you very smart 嘞！谁会想到我们一大早会到公园交易？小林见了，拜拜。Damn！ 没钱还敢跟我拿货啊！拿出来！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你不可以全部拿走。 至少还我一半，还你一半，你的头啊！哎，不行了！哎，才跑那么一下
下子你就累了，来，什么一下子？已经15分钟了嘞！明明就睡得好好的，还硬拉人家出来跑什么步？我看你平时生活那么不健康，叫你出来跑步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也不用那么早的嘛。啊，算了，你先跑你的，等回来再找我的 ，OK？ 吓死人了！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也是来跑步啦。信你才怪！哎，你一个人啊？我和我姐来。你姐？她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？看，还好有我来陪你。讨厌。Jen， 他是谁啊？我的 BF 了。Hi, I'm Shane。先走了。拜。拜拜。你跟这个先认识多久了？2个多月了。他是你的同学吗 ？Jen， 我觉得你还年轻，不需要急着交男朋友。我是比你年轻，不过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应该有交朋友的自由吧？我不是反对你交朋友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把你的眼睛放大一点，注意一下对方的人品。Come on， 不要这样子dating，又不是说要结婚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感情的事不可以这样随便玩玩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口很渴，你可以帮我买1瓶矿泉水吗 ？Please。你呀。害我一大清早就来这里。警察，别跑！救我！救我！你别放手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抓住！
放下！叶家，叶家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你真的没事？ 谢谢你啊。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没事，只是皮外伤。哎，人抓到了吗？被送去警察局了。他也承认之前的5起非礼案都是他干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刚才怎么会跌倒的？刚才腿忽然软了一下。 你会不会是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不会有事的啊！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你有照 X 光吗？从那么高的地方跌下来，可能会有骨裂。照过了，医生说没事。那就好。 唐耀家，医生说你有头晕的症状，最好留院观察1晚，看你有没有脑震荡。不用了吧，我现在都没事。你还是听医生的话，留院观察比较好。好吧。请跟我来办入狱手续。我知道你跟药家的事不关我的事。 可是我还是要说，什么意思啊？耀家的哥哥，要承责的是小脑萎缩症，是一种遗传病。医生说，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根治。 耀家就是因为得了这种病才跟我分手的。这傻小子做了身体检查，报告还没出来。难怪。好了，原因你都知道了，要怎么做自己决定。 Hello. When? I'll be there.进来。陈医生，我在外面听到很多声音，发生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不小心撞到桌子。对了，陈雨琪小姐已经到了。好，请他们进来。彦君，蓝天，玉琪，这位就是陈医生。玉琪，你好。你好。请坐吧。来。谢谢。你的情况，蓝天已经跟我说了，你放心，只要进行妥当的治疗，抑郁症是可以痊愈的。我希望能快点好起来，让女儿回到我身边。只要你下定决心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恢复正常的生活。玉琪，
你一定行的。好好跟陈医生聊聊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我会尽力帮他。玉琪，今天的进展不错，你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，尽量放松心情。我会的。还有，要定时吃药。安谦，你进来。玉琪的病情已经受到控制了，至少她没有自杀的倾向。不过一提到她先生和女儿，情绪起伏还是很大。玉琪怀孕了，她现在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胎儿？你放心，这方面我会谨慎处理，我会尽量通过鼓励让她克服负面情绪，重振信心。我也希望她家人和朋友都能够给予她开导和关心，这对她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明白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叶俊，有时间就多陪陪姐姐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告诉我，你好像有很多秘密，有很多事情都不跟他分享，所以他无法进入你的内心世界。如果你是认真的想跟子杰交往，就不应该让他有这种被拒于门外的感觉。你不要怪我多事。作为子杰的好朋友，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找到幸福。怎么会呢？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轻重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。我照着我的方向，逆着光，还要闯破几道城墙。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寂寞需要伪装。